你知道有一部台湾电影在台湾上映的时候票房普通，但半年后在中国上映票房却一路爆红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周处除三害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大家看过《周处除三害》这部电影了吗？去年的金马奖这部犯罪电影入围了7个提名，可是10月正式上映的时候，在台湾的本土票房却只有4700万，而且呢，它也一度爆出有抄袭争议，被一部分的观众抵制。不过今年3月，它在中国上映，却连续15天拿下了票房冠军，甚至压过了同期上映的好莱坞大作《沙丘2》。到我们的截稿为止呢，它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3亿人民币，成为了台湾电影第2高的纪录，仅次于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而在中国最大的电影评分网站豆瓣上面呢，《周处除三害》还得到了8.1的高分，甚至有人甚至说，跟这部电影比起来中国春节档的国产电影像是小学生写的作业。为什么《周处除三害》这种口味有点重的犯罪电影可以突破重重的审查制度，顺利在中国上映，而且还让中国人爱成这个样子呢？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工具箱里一堆螺丝起子，笨重的占空间，真正有需要的时候却总是找不到对的工具吗？那就别错过 Jakeme 180-in-1全制霸电动螺丝起子。它体积精巧，小小一盒里面却有高达180种起子头和辅助工具，不管是1字、10字、5角、6角，通通找得到。而且它的螺丝起子支援电动、手动2种模式，配有3档变速，让你能够根据需求自由切换，从修眼镜、手机到组桌椅、柜子都能够搞定。现在上嘖嘖预购2024旗舰组合，还有早鸟优惠6折起，现省1000元，更赠送独家的磁吸手环，让你可以轻松的清起各种螺丝小零件，不用再担心弄丢啦。优惠数量有限，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赶快到嘖嘖抢购吧。这边我们先提醒大家接下来的讨论会有一定程度的爆雷，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至少呢在这个章节可以先斟酌观赏哦。好的，那切入正题，《周处除三害》这部电影呢是香港导演黄金甫在台湾的第一部作品。电影引用了《世说新语》当中周处除三害的典故，主要呢在叙述由阮经天饰演的黑帮杀手陈桂林的故事。陈桂林以为自己罹患了末期肺癌，决定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留名后世，铲除比自己排名高的2名通缉犯，因此展开了一连串的大屠杀。电影当中最经典的场景呢，就是陈桂林血洗新兴灵社的一幕。他为了寻找排行第1的通缉犯，来到了新兴灵社。原本他一度被灵社的教主感化，差点想要放下沉重仇恨，但后来他发现这个教主其实是一个骗钱仔。震怒之下呢，他枪杀了教主跟众多的信徒。这个场景非常的血腥震撼，还诞生了许多的迷因图跟2次创作影片。那光是用讲的，我们就已经能够感觉到这部电影充满了血腥还有暴力的元素。但我们的印象当中，中国的电影审查很排斥这些东西那它到底是怎么样顺利上映的呢？台湾的电影要进入中国的市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是两岸合拍的电影，通常有2种方式可以出口到中国：分账片跟买断片。所谓的分账片就是台湾的制片方没有完全的卖出版权，而是跟中国的代理商合作，让他们可以发行和上映，而制片方呢可以拿到总票房收入的35%。不过中国有限制这种进口的分账片呢，每年总共只能有34部，而也因为呢大部分的额度都会被好莱坞的大片给抢下，所以台湾电影就比较难争取到这种名额，只能够选择用买断片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而这个买断的差别是呢，台湾制片方会把版权完全卖出去，所以后续的票房收入怎么样，他们都无法分到半毛钱。很多人推测周处除三害呢走的就是买断片的方式，因为他去年就已经在台湾跟香港上映过，也上了 Netflix。但后来制片公司有出来澄清，他们其实呢是跟中国代理商保底分账，只是具体的数字细节不方便透露。那话说回来，不管是透过哪一种方式，所有出口到中国的电影都要面对另外一个挑战关卡，那就是严格的审查制度。任何想要在中国上映的电影都必须要通过中国广播电视总局的审查。审查呢是由广电总局下属的电影审查委员会负责。这个委员会很神秘没有公布具体名单，只知道总共有36个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会审查所有要上映的电影，如果里面呢有他们认为的煽动抗争、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不管你是中国本土或是好莱坞大片，都会被要求删除或修改。
另外，中国也没有分级制度，所有电影都是合家观赏，所以绝对不会出现暴力、色情或者宣扬邪教等等的内容。过去能够顺利过审的台湾电影，通常呢是像《想见你》电影版、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类的青春爱情片。不过，《周处除三害》竟让人意外的通过了审查。这部电影上面有许多血腥暴力的戏份，台湾把这部电影呢分级为辅15级，而 Netflix 上面呢更是18禁。当然，中国版内容还是有删减的，尤其是那些特别血腥的场景。最大的修改呢是陈桂林在灵舍开枪的这一段被重新剪辑，用一旁的教主的画像呢遮盖了一些的暴力画面。但就算是这个样子，他们过关，大家还是议论纷纷。那有些网友认为电影通过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剧情设在台湾，不会影响到中国的形象，而且还能够符合官方想要营造台湾社会混乱、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倾向。此外，也有观点认为电影当中陈桂林屠杀宗教团体的行为，正好能够被中国政府拿来宣传反对邪教。但无论如何，周处除三害的这个过程呢，都让中国的观众有机会看到很多他们平常在中国电影当中看不到的新鲜元素。中国热门的本土电影都是以动作喜剧片为主，黑帮互斗的戏码在中国很少见，因为在中国政府眼中，社会是和谐稳定的，所以就算呢是在新闻里面，也不常见到黑道的消息。而且中国电影界常常鼓励正能量，罪犯作为主角的戏码本来就很少，更不要提以暴制暴这种主题。除了黑道，宗教也是很少见的元素。在中国，只有7个被官方认可的宗教团体才合法，其他宗教或是新兴宗教，甚至可能会直接被中共称为是邪教。这也导致了普通人很难碰到这些宗教内容。所以有些人就认为，周处除三害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爆红，就是因为它让很多人开了眼界。有中国网友看完电影之后非常的惊喜，中国院线居然上映了正宗的黑帮犯罪人性恶深猛男片。也有人感叹说，这只是一个正常的故事、正常的演技，但我们却因为它能够上映就欢呼雀跃。周处除三害里面描写了宗教狂热的情节，勾起了很多人对于灵修狂热宗教的好奇心。电影上映之后，中国网络上面出现了一大批讲解台湾宗教的影片，很多的流量呢都高达数百万。在电影里面呢，教友们唱的歌曲《新造的人》成为了新的洗脑神曲。如果大家现在去逛中国的社群网站，也应该时不时就能够看到周处除三害相关的梗图或者是迷影片。例如有网友呢拿陈桂林屠杀教友这一片段呢来二创，将被枪杀的教友们换成在公共场合外放抖音的人，逼迫你加班老板，或是严格监控学生的射监。还有网红模仿这个片段拍成短剧，只是场景改成在办公室，然后那些执迷不悟、坚持加班的都没有好下场。那话说回来，这些迷因的素材呢，其实多半是来自于网络上面流传的盗版片源。过去的这个中国电影盗版泛滥的问题，通常都会冲击到片商的票房跟权益。但这次的迷因风潮呢，反而让很多的中国观众认识了周处除三害，甚至进电影院朝圣。有影评人说呢，周处除三害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戳中了中国民众的某种情绪，他们希望能够像电影当中的主角那样子，除掉那些令他们不满的社会害处。在中国观众评价当中呢，也常看到说它是年度爽片，甚至是有刮骨疗毒的功效。有人分析他们之所以会看得觉得很爽，是因为很多中国社会的乱象没有办法透过民主体制之类的正常途径解决，民众就希望能有像陈桂林这样子的人替他们出气。所以在迷因图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被屠杀的人往往都被换成任何让中国民众觉得不爽的东西，比如说加班、内卷或者直播带货等等的网络乱象。但有趣的是，除了这些声音之外呢，小粉红和中国官方也对电影有不同解读。比如有些小粉红做的迷因影片里面呢，被屠杀的对象就换成了美国帝国主义或者是台独。而国台办的人也说，这部电影爆红表明了两岸同胞有共同的文化跟血脉，能够产生共鸣。在进入观念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让很多的议题有不一样的讨论空间，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看了大量中国网友对于电影的评价很多人提到觉得看了之后很爽，甚至呢像是吃了血肠拌酸菜的爽感。虽然我自己是没有吃过这个但我们在想这部片在中国爆红可能不是那么的偶然。
就像刚刚讨论到的，我们认为不同的族群似乎都能够在这部以暴制暴的爽片里面看到他们各自渴望的故事，满足各自的需求或者情绪。但微妙是，根据我们自己多年的观察，中国民众对于社会不满的情绪似乎还是很难形成真正抵抗的力量，甚至还有可能因为透过电影的抒发，就稍微的减缓自己在生活当中感到的痛苦，减弱想要抗争动力。那当然，这都只是我们自己的观察而已。但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周楚除三害能够在中国过审甚至爆红，可能就比较没这么的让人意外了吧。那最后也想来问问你的想法，对于周楚除三害在中国爆红，你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好事哦，台湾片能够走出国门就是一种台湾之光。毕竟我觉得是坏事哦，在中国上映不仅呢要被删减，还要被政府拿来利用。所以制片方呢能够多赚钱是好事，但也要警惕中国官方的宣传。离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周楚除三害在中国红些什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大解析，以及中国动画审查制度。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